昨天蝦圈的事情，應該大家在微博上都看到了。因為這件事情啊，前段時間沙哥發了視頻，而且呢也出現了一點爭議。沒想到結果來得這麼快。其實昨天呢，沙哥沒有開心的感覺啊，反而是有一點恐懼。因為昨天官方的出面啊，沒有得到事情的平息，反而是引起了更大的爭議。正好這段時間呢，有一個他圈的事情，我們呢一起講一講啊，把明星、飯圈、後援會、大粉、散粉這些事情給大家講清楚。這麼多年以來，一直關注沙哥的、看沙哥視頻的，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。有一些內娛的蝦，他雖然在內娛，雖然每天也都關注消息，實際上他的思路還是沒有那麼的清楚啊。今天還有人給我留言說，沙哥現在蝦圈分成了2派，你怎麼看？我先講一下最近他圈的一個事情。劉宇寧和龚俊呢，因為綜藝裡的一個小片段，兩邊呢打起來了。這兩邊的粉絲當然是為自家正主好，當然是維護自家正主的利益。很快，龚俊和劉宇寧呢，他們親自出面維穩自家的粉圈。這件事情其實輿論挺大的啊，我相信很多人應該也看到了。首先呢，這2個人私下是好朋友，再就是這個綜藝裡的這個小片段確實被過度的解讀了，結果2個正主出面呢，2家的粉絲依舊是不聽的，還是在私下裡攻擊。接下來劉宇寧這邊他管理粉圈的那個模式，他自己建了很多的群，包括他平時直播，包括他平时說的一些話，引導粉絲的東西都被拿出來審判。可以說是劉宇寧在粉圈管理這裡是塌房了。那麼這件事情的源頭呢，其實僅僅是因為綜藝的一個小片段，而那個片段在正常人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，沒有誰對也沒有誰錯。然而呢，粉絲就覺得自家的正主受了委屈了，要給他維權，要給他爭取正義。如果這些粉絲當初沒有那麼的過度解讀這件事情，就不會有後面的一系列事情。我們也看到呢，即使正主出面，很多粉絲他心裡覺得自己做的沒錯，即使正主出面也沒有用的，他也不會聽的。其實這就是傳統飯圈的一些弊病啊。傳統飯圈裡邊有一些很不好的東西，這件事情一定是有他們圈的大粉在其中呢，引導輿論啊，煽動粉絲的情緒啊。那麼昨天呢，是影音會、肥蝦意見部，再就是兔毛3方同時出面，一個呢發紙條引導，一個呢是发布倡議，一個呢是直接拉黑了幾個人。在我們的理解中，官方出面了，那所有的事情都應該平息了，大家都應該安靜了。但是結果是出乎意料的，有幾個大粉呢，他們是抱團去攻擊官方。首先呢，他們不承認官方，然後呢說讓他們公開他們的皮下，這個明顯就是胡攪蠻纏。我們從20年一路走來的都知道，在21年的時候，微博要求明星認領自家的粉絲團，那個時候明星工作室是開會的，這件事情是上面要求的。肖戰這邊呢是認領了2個賬號，網宣和影音會這2個賬號都變成了藍微，都是肖戰認領的。再就是每個月的肥蝦紙條，所有的人都是公認的，肥蝦就是我們蝦圈的對接，而兔毛呢是屬於影音會的一個職能組。這也是為什麼昨天他們3方聯動一起出面來處理這樣的一個事情。而有些人說他們不是官方，這個說法就是直接跟肖戰對着幹。影音會和肥蝦如果沒有得到肖戰工作室的授意，他們會這樣子出來掛黑圈內的人嗎？包括發表那樣的言論嗎？首先是官方是毋庸置疑的，再就是小紙條的這個事情。今天我看到大嗓門呢發出了過去的小紙條，他說這種小紙條才是好的。大家記不記得沙哥在前面的視頻中也提到了這件事情？在20年的時候，圈內也流傳着一種小紙條，
很多人呢不相信這個是對接的紙條，因為它裡邊有些語氣是非常傲慢的，有些話說的非常的不中聽。後來呢就出現了肥蝦意見部專門發小紙條。為什麼肖戰工作室要更換对接呢？為什麼要更換对接的方式呢？當時沙哥拋了這麼一個疑問，因為沙哥聽說當時負責对接的幾個粉絲，他們私下裡更改工作室的發言，摻雜上自己的一些意願，這也是為什麼工作室更改了對接方式，專門通過肥蝦去發小紙條。那麼我們接下來講的問題是很多散粉他始終搞不明白的事情，就是尹英惠跟這些大粉有什麼區別？在肖戰沒有認領尹英惠之前，大家可能覺得大粉呢也會參與尹英惠啊，就大家是一樣的。大家要知道，尹英惠包括網宣，包括其他的職能組，他們的皮下呢有一開始的这些人，後來呢也招聘了一些人，這個招聘是公開的，他把要求寫在那裡，說尹英惠招人，所有的散粉都可以投簡歷，你面試成功了就可以成為官方的皮下。大家要知道，你成為官方皮下，實際上呢是沒有自己的名字的，幾個人運營尹英惠這麼一個賬號，幾個人運營網宣這麼一個賬號，這種賬號呢還不能隨便的發言哦，他只能發一些肖戰的紅稿啊，只能是發一些正能量的東西。做這些工作的人呢，他們是无名英雄啊，粉圈裡邊不知道他們是誰。而現在有人讓這些官號交出他們皮下是誰，你憑什麼讓這些无名英雄交出自己是誰啊？你想网暴人家嗎？昨天大家都看到了，兔毛出來掛黑，兔毛是隸屬於尹英惠的，也就是說尹英惠有掛黑的賬號。那麼辣雞呢？沙哥之前也說了，辣雞是散粉的一個號，大家想一下，你是散粉，他是散粉，你們可以成立一個辣鸡這種掛黑的號嗎？當然不会啦，是那些大粉他們合夥商量着成立了這麼一個號。辣雞雖然是散粉成立的，但是他們在那幾個人手中哦。如果辣雞和兔毛互相掛黑的時候，你会听誰的呢？很多散粉啊，他真的是分不清楚這些到底是怎麼回事。散粉不知道，但是這幾個大粉是非常清楚的，他們裝作不知道。說一下沙哥為什麼恐懼啊，就是因為呢看到了他們抱團的證據。余念案的這個事情啊，大家應該都知道，我是前天報道的，也就是說在前天下午這個事情都已經有了，那個時候輿論正是最高的時候，所有人都在發表自己的觀點。如果真的要维权的时候，那肯定是在舆論最高的时候去參與嘛。但是呢，沙哥發現這幾個人呢，他們是在昨天下午都是1點多，他們跑去官方那裡留言的，而且這幾個人呢都是在一個時間一起去的，這是一件事情。再有一個事情呢，就是被掛黑的那個大嗓門呢，他已經停更幾天了。就在他被掛黑了之後，很多人開始攻擊官號了，他也出來了。大家要知道，官號皮下裡邊，他有一些人一定是跟這些大粉是互相認識的。工作室聯繫官號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，那麼就會有官號皮下的人呢去跟這些大粉講的。他們是提前知道可能某個人會被掛黑，他們也知道官號要做什麼事情了，他們在官號行動之前抱團去正午陽光那裡維權余念安的事情。他們都是在蝦圈有影響力的人嘛，那他們抱團的影響力就更大了。這就是在跟肖戰工作室展示他們的影響力。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那麼沙哥的合理猜測就是，他們就是要跟工作室要对接權。傳統的飯圈後援會裡邊的這些大粉呢，一般都是對接工作室的，他們可以上達天聽，可以直接跟偶像對話的。
有什麼事情他們先知道，他們跟脂粉的功能是差不多的，通過他們再傳达給散粉，通过他们去引導散粉。但是肖战的粉圈跟傳統飯圈真的不一樣，沒有脂粉，有脂粉的話還會發生昨天的這種事嗎？肖戰的飯圈沒有脂粉，而且這些大粉呢，他也沒有對接權，肖戰這裡其實也沒有什麼對接的，肥蝦意見部他就起一個發布告的一個作用，有什麼事情公告一下，每個月發紙條引導一下，這算什麼對接呢？這不就是工作室直接發公告嗎？那麼這些有影響力的人他就會想了，人家別的飯圈都有對接權，為什麼我們沒有？有對接跟沒對接那是一樣的嗎？有對接就代表着他們有消息，他們的身份跟散粉是不一樣的，他們是管理員，他們就有優越感。由現在他們做的事情來看啊，他們被拿走了对接權是非常不滿的，他們就是要展示自己的影響力，拿回对接權。他們說自己是散粉，實際上呢，他們想做散粉的管理員，想做肖戰的管家。他們抱團是有證據的，後面的事情是沙哥的合理猜測。以前的小紙條可能是通過他們的，但是很快肖戰把對接的權利交給肥蝦了，交給官號了，這些人失去了對接的權利。而且沙哥猜測啊，他們去問小事問題的時候，小事是不会回答他們的，可能會婉拒。為什麼沙哥會有這種猜測呢？就是23年跨年的那件事嘛。那幾個大粉呢，自己收到消息說肖戰要參加跨年，他們信誓旦旦的出來說這個瓜是真的，而且很多散粉呢聽了他們的，買了基酒，最終是肖戰出面把這些買基酒的人的錢都給賠償了。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，這些人呢是沒有任何對接的消息的。他們可能會去問了，但是人家不告訴他，因為肖戰這方面的消息，包括是拍的劇，這些東西都是應該保密的。一直以來呢，有的人其實他一直在裝對接的，裝他自己跟工作室是有消息的。實際上跨年那個消息呢，就是工作室打了他們的臉，那這一次又是打了他們的臉。他們現在指責官號說，有事情你們應該先引導我們，不應該等到我們去維權了，你們再出來打我們的臉。其實這個真的就是胡攪蠻纏來的。所有的事情難道官號都要先給你出來澄清嗎？發聲明嗎？這些東西都是要保密的呀。官號沒有義務跪着服務你們，一點屁事然後就要先出來跟你們說這個事情是真的假的，沒有這個義務。所以粉絲應該溫穩居家，有些東西不能碰的你就是不能碰的，你要相信肖戰，相信工作室会處理好這些東西。明明是他們煽動粉絲情緒，做了不對的事情，而且不止一次了，官號實在看不下去了，不能容忍他們煽動粉絲情緒，而且他們的私心是為了擴大他們的影響力，所以官號在這種勢頭要控制不住的時候，出來發布這樣聲明，拉黑一些人。這段時間真的有太多的人被這些聲音裹挾了，那現在後援會出來，可能他們自己也覺得自己有點被打臉了。實際上後援會他真的不想打任何人的臉，永遠要記住，你來這裡是幹什麼的？大家都是被肖戰吸引來的，你所有的情緒都只能是因為肖戰而產生情緒。但現在呢，你的情緒被有些人帶動着，被這兩派撕扯着，這個從根兒上就是不對的。肖戰的粉圈其實是區別於那些傳統飯圈的，粉絲多的他也是散粉，粉絲多的他也是肖戰粉絲，粉絲少的也是肖戰粉絲，大家的話語權是一樣的。他如果有意見他發表自己的意見就好了，他為什麼要扯上散粉呢？要扯上大家呢？說我们大家一起怎麼樣？你有意見，你說我覺得怎麼樣？這裡邊就是有人在操作輿論，他自己的觀點甩出去，有人可能被他的觀點洗腦了，也會發表一些東西，然後他又轉發這些人的博文，好像呢是在支持散粉一樣的。其實這個觀點自始至終就是他在操弄的。
如果真的是非常客觀的，你就像沙哥一樣的，把所有的東西都摆出来，让大家自行分辨。他们现在呢，就是造反有理，誰來質疑他們呢？他們的腿毛啊，就來造你的反，真的非常恐怖的。官方是不得不出來了，這樣下去會非常恐怖的。雖然現在你看到這些人都很瘋狂啊，他們也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啊掙扎一下。實際上肖戰呢跟這些官號是不會理他們的，事情一定會平息下去的。當然了，這些人即使被掛黑了，也會死皮賴臉的不會走的，還是會瘋狂的輸出自己的觀點，瘋狂的在煽動粉絲的情緒。那你作為散粉，真的要想一下，你是來粉肖戰的，不是來粉這些意見領袖的。你跟着他們，只會被他們煽動你的情緒，和肖戰的另一幫粉絲互相攻擊，這樣子做是沒有意義的。其實他們不走，沙哥真覺得無所謂，因為他們反黑的時候真的挺好的。沙哥呢也會一直關注他們，也會一直看他們的信息。當然了啊，反黑呢不止他們在做。即使他走了，也會有新的人出來的，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的，並不是反黑是免死金牌哦。反黑呢，其實深度參與的人都在做的，可能不是跟着你，也是跟着他。官號出面了啊，大家呢都要靜下心來，好好的去思考一下這段時間以來的這些問題啊。大家都知道微博上有一個小虎頭，他之前是專門發肖戰的，但是現在呢，其他家的他也發，這種才是營銷號。像沙哥這樣專門安利肖戰的，應該叫安利肖戰的博主，絕對不是營銷號啊。